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land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Soup2 API。那这个项目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CPA、CRI、Percy API 其实是相似的一个东西，但是它可能就是更成品化、更团队化的这种中转站的服务，要比 CPA 这样的面板可能要更加商业化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优势，以及我们该如何去使用它。最近常用的这个 Codex、Cloud Code、谷歌的 Gemini 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反向代理，统一到我们这个 Soup2 API 来进行我们统一调用，来让我们的 Codex 以及你的 OpenClaw 还有 Hamis 这种智能体直接去使用的。需要一台云服务器以及一个域名，然后云服务器的话，我这边是推荐徕卡云家的，我更倾向于大家走海外可能更稳定一些。然后他们这边呢会有季度的新活动、秒杀活动，大家可以去关注。最新的一期是 26.18每个月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去购买日本的、美国的、香港的。我不建议大家去使用香港的，美国、日本你们可以去选择。国内的它其实也有很多，如果你不是做中转站业务，你可以用国内的来去使用。我今天是拿日本的机器跟大家做演示。我们进来，它这边就直接可以重装系统，非常方便。我们直接安装这个Debian 13，大概需要3到5分钟，你就可以重装好了。这个是你的用户名，这个是你的 root 密码，以及这个是端口号。有了这3个，你就可以来到这台机器上了。我们使用 SSH 连接工具，我这边呢使用的是 Telemuse。你也可以使用比较熟悉的 Find-Shell、Char-Shell 这种 SSH 连接工具，然后选择这个 New Host IP 输入进来，就是这台机器的 IP 地址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，这个就是徕卡云日本。然后我们下面呢就是默认22这块呢，我们就给它设定个 root， 然后密码我们复制这个密码，复制一下，我们直接点击登录就行了。第一次需要确认。好了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通过 SSH 远程连接的方式连接到了这一台云服务器。我们现在是在 Linux 的这一台系统里头，就是我们的 Debian 系统。大家输入科技 LAN 的拼音，然后.sh 这样的一个域名，就能来到我们这个一键脚本的获取地址。我们使用这个脚本来进行一键安装，然后我们选择 Y， 选择11。应用市场里头有超级多的应用，有大概100多个吧，不需要大家懂什么 Docker 的安装以及 Docker 的使用，所以你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命令，你就可以获取最热门的产品和项目。脚本里内置的，这个是第三方外挂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找的是 Soup2 API， 就是这个，右键进来回车，它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面板，我们直接选择1就行了，默认回车安装就行了。你也可以改端口8133端口号，它就开始给你装一堆依赖，及如果你没有装 Docker， 它就给你安装。你所有依赖都已经装，这个脚本就直接运行安装这个开源项目了，就是这个中转站了，无脑一键，你只要有了这样的一个脚本，它是兼容的，兼容各种 Linux 发行版的，当然是主流的，一些非主流的呢，我们还不在我们的适配范围内。我们就用官方的这个部署方法，拉取镜像来进行部署安装。那官方使用的是 Docker Compose 一个编排工具。那我们这边也同样去使用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智能体，你也可以让智能体帮你装，但是智能体装可能费 token 以及它会绕弯，但我们这个就非常方便了。我们直接访问 URL 地址。那我们目前是 IP 加端口的方式访问，已经来到跟我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分享状态是一样的。那这边我们就需要登录一下。登录它是这边有用户名密码的，后期你可以自己去改掉的。我们把这个密码粘贴进来，点击登录。我们把这个先关了，这个先保存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部署需要合规承诺，这个是因为最近好像这个项目上电视了，会有一些想合规的意愿。那我们就输入以下的这个承诺就可以了，点击好了。那我们就来到这样的一个后台，它的后台其实是非常全面，当然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个状态。
我们只需要关注几点就行了。首先这个分类我们先做好，现在有一个 Anthropic 的分类，就是 Cloudcode 那边去使用的账号都会进入到这个分类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先删掉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账号，我们自己可以添加分类，然后我们这个就叫 Codex 的分类，这个描述不用填，你把这个改成 OpenAI， 其他的你都不用填，点击下一步。Codex 分类以后所有的账号都进这个分类，再去关联你的 API key，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。分类创建好以后，我们这个账号就添加进来，把账号添加进来。账号我们选择这边右键点击添加。那同样我们需要添加这个 OpenAI 的，那这个 Anthropic 的它其实有接入很多种，那我们 OpenAI 就用这个默认的登录的方式来添加。我们这边就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填，我们需要关联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分组就可以了。当然前头这个要填的，如果你有多个 Codex， 你就可以做这种负载均衡。这个 Codex 1点击完成。那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接入我们的官方的 key， 我们需要在这边 OpenAI 官网来登录一下。我这边是有 Plus， 我最近知道怎么充值了，而且还挺便宜的。也是感谢群里的一个小伙伴帮我这么指导了一下，我这边就可以把它接入到我们这个 Soup API 里头。这样的，你填到这里，点击下一步，这样就结束了。你这边的额度你就能看到当前用了多少，还能使用多少。然后它有个测试链接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最新的5.5， 看一下，给它一个最小化测试。我们可以发现是正常返回消息的，嗨。这个就没有问题，这已经就接入好以后，如果你有多个 Codex， 你就可以按我这个方式去加。如果你想删除，你也可以支持全选。它这个其实做的非常全面，它这个是往中转站商业化的方向去做的一个产品，所以我们可能就只关注最简单的、最小化的使用上手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API 额度，你这边就可以添加一个 API 了。分组我们就选我们的刚才的分组，这个分组里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账号吗？它是这样的一个架构，我们这边可以有很多选项，当然我们可以默认，就可以作为我们的 key 来进行一个使用了。在此之前呢，我建议大家把它做成域名 IP 加端口，总归来说不是那么完美，以及安全性也会有一定问题，因为它是 HTTP。那我们走 HTTPS 带域名的方式会比较稳妥。我们这边选择5，购买一个域名，我推荐大家从这个 Gname 这边去购买。你托管到我们的 Cloudflare 这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 Cloudflare 了。应该大变样了，我可能都不认识，是我的域名。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域名来进行测试，我们这边就用科技烂点 EU.org， 这个 EU.org 是永久域名。我们这边直接选择 SSL/TLS 这边证书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概要，这边要变成完全严格。如果你不是完全严格，你在这边改配置，把它改成完全严格。这个是建站的前奏，我们再选 DNS 记录，这边现在改了，引导做的很多。然后我们这边呢就直接添加一个 DNS 记录 Soup， 它最终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域名，你可以记录下来 ，V4 的地址复制进来，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暴露出来了。然后把小云朵关掉，因为小云朵可能会影响你的速度以及安全策略上的。如果大家不会配的话，就会中转站就会被中断那我建议大家先保持这个关闭状态，然后我们点击保存，我们就可以输入刚才我们申请的那个域名，就这个，点开，点击一下，右键进来，它这边格式上有点问题，对，正确的格式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点击回车。然后它就开始为我们装这个反向代理，然后进行一个域名反向代理 IP 加端口。以后我们就直接用域名的方式来访问，这样的是最专业化、最佳实践的一种方式。然后它会申请证书，以后这个域名证书呢，就是永久续签的。那如果你完全不太理解什么是域名证书，你就完全不需要懂，它反正就是你可以一直用下去。它部署我们最新版的 Nginx， 然后会部署申请证书的程序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这个域名做证书申请，它是到这个 CA 官方证书机构去申请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访问地址了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域名的访问。
然后我们这边可以之前输入的刚才输入的那些我们可以输入在这块，牵扯到一个改用户名密码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先选择这个用户管理，因为它现在已经把你的 IP 加端口封掉了，那我们这边还得开一下 IP 加端口，这边选择7允许 IP 加端口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刷新，对，我们再刷新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在 IP 加端口的这个状态下，先把我们的邮箱不用动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密码改一下。好，我们就这个科技蓝 YYDS， 然后用户名呢就是科技蓝。好，那我们下头都不用填，然后点击更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这边就已经 OK 了。那我们把 IP 加端口给关掉，那我们选择8，把 IP 加端口关掉。我们再访问这个就访问不了了，看到了吗？因为我们已经防火墙已经拦截了。为什么要把这个 IP 加端口给封掉呢？是因为安全性，我们不会让那种黑客小子可乘之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访问域名，域名同样是可以访问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边的用户名、密码都输入进来，密码是我们刚才改过的那个，对，是这个。然后我们点击登录，保存一下。那我们通过域名的方式也登录进来了。然后域名速度可能会更快，因为对于 Nginx 来讲，它最擅长的就是这些，然后它的访问速度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，因为它还会有一定的缓存能力。来，我们刚才不是创建的这个 API 嘛，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，以及我们未来使用的这个 API 端点就用你这个域名就可以了，这个是最正式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 Codex， 我们这边用的是 Codex 加，然后我这边呢会使用一下中转，这边添加，然后我们这边选择中转，纯中转，然后我们往下滑，这块呢我们就输入一下，这块勾上，这块我们就输入一下我们的这个地址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改成 V1， 这个是 OpenAI 标准的一个端点输入方式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密码就是这个复制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为了测试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上游有没有，我们上游还没有的话，是因为可能没有钱，我们得给我们的这个账号充一点钱，所以它这个是做的非常全面，以至于需要多种步骤来支撑。我们先充100刀，它这个充随便充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能加载进来不，就能加载进来了。然后我们这边选择 GPT 5.5，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，让它默认使用 GPT 5.5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中转站就可以去使用了。然后我们点击保存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名字也改一下吧，这个名字改成 Sub2 API 这样的。好，保存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切到这块来去使用。好，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 Codex， 那 Codex 就启动了，包括我们的绘画呢都有，这就是 Codex 加给我们带来的便利。然后我们问一个问题，问一下，把这个开成全局。因为有些设置呢，你换了新的，它就有点要重新设置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 5.5 最高，然后试一下你好，好，点击，看它会不会用我们的这个方法调用。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正常了。那这个是 Codex， 然后那个像 Cloud你也可以这样的去搞。龙虾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去这样去使用。我的 OpenClaw 放在甲骨文的美国这边。然后我们选择11，然后我们选择114，看到了吗？114我们的 OpenClaw 选择 OpenClaw 又更新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这边选择6 API 管理，选择1，然后把我们刚才那个 Sub API 的那个加上，我们直接就叫 Sub API 这样的，把它复制，然后把这个前面的全部干掉，这边要改成 V1， 下面呢就是你的 key 我们也复制一下。key 的话是在这边复制这个 key， 然后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列表罗列出来，我们以后选择14，好，把其他的都加进来。好，我们重启我们这个 OpenClaw， 就是龙虾。这些呢，我是在介绍我们已有的这个智能体框架该如何接入。回到我们这个列表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的那个 Sub-API 在这儿，它的一个延迟以及它有多少个模型，17个模型，全都会罗列在这边。然后我们选择0，我们如何用上呢？选择5，我们搜 Sub-API，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都是刚才加进来的 Sub-API 的17个。
然后选择 5.5 试一下可不可以，最小探测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已经可以正常的对话了。好，我们选择切换。好，切换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找我们的机器人聊天了。这个就是我们龙虾的那个机器人，它在帮我们切换，并且进行一个 OpenCloud 的重启。最近的热度呢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是稳步的再去迭代，再去更新，这是我比较看好的，就是沉下心来做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我也一直在用，然后我们这边呢就可以去问他，你好，你是什么模型？然后直接就这样的问他，看他是不是会把那个 Soup API 的那个看到了 Soup API 的那个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已经用的是这个模型了，那就证明没有问题了。阿米斯也可以去接入，方法类似，但是呢我就不在这边做演示了。然后我先更新一下我的龙虾19，更新一下我的龙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数据这个地方，仪表盘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用的最多的是哪个模型，用的最多的是哪个模型，然后可以看到很细致的是谁在用，以及这边的一个走势，用的一个用量，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一个柱状图。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。然后它还有很多什么兑换优惠券这些，如果你有商业化的需求的话，你可以去关注。企业级、团队级你也都可以这样去用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账号管理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对应的使用的一个额度，这块呢就非常清晰了，多久调用过一次，1分钟前调用的，因为我们刚才在用嘛。我的 OpenCloud 更新到最新了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Soup2 API 一个强大的中转商业化网站接入方式。我们现在当然是使用的最小接入，个人完全用一点问题没有。如果你想再深入，想再扩大圈子，比方说你们一个团队在用，那你用这个我觉得要比你那个 CPA 要用的就是可控更加全面。如果你就是个人自己想玩一玩，正常玩一玩，你那个 CPA 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两个产品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，一个是偏向于企业级商业化，一个偏向于个人极客玩家。这是目前两个做的比较好的这个中转服务站。那未来如果有好用的这样的项目，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。那欢迎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拜拜。